这个 FT 怎么卖啊？这个650块啊，这个价格感觉还可以，那么买一个吧。好的，这边需要支付670块。这个价格变化很快的，690已经很划算了。我建议你快点下单，不然700这么好的价就要没有了。What the fuck， 你别说了，我马上下单。好的，这里是720块，我看你还有9折券，740用完券以后是750块，请您支付吧。你个宇宙大帝养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杨967。这个最近生病了，身体确实不太舒服啊，就是头还有点晕，但是我也不想晾大家太久了。这怎么说呢？以前我是老鸽子啊，就现在更新频繁了以后，这不更反而有点焦虑啊。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款 FT 横炮，就或者 FM 横炮，反正是同一家嘛。就这款本来看人形、车型还有网上变形视频的话，我第一感觉是还行，就买回来了。结果买回来开盒以后呢，直接给我来个大雷啊！就我这个右腿是完全扣不紧的，就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对上去扣了，完全扣不紧。就我看网上说这是中奖了，这怎么说？我看你这边这个 QC 质检标，我以为你已经自检过了呢。这看到这个真的是直接把我的心情浇灭了一大半了。然后变完形以后呢，我当时第一感觉是比大货车好一点，因为大货车之前给我第一印象实在过于差了。就我做这个视频之前变了一次大货车，现在感觉那大货车那个手感实际上怎么说呢，跟这个实际上差不多。就我之前只买过 FT 大货车，就其他 FT 产品我是全部都没买过。就这款主要给我印象它不像那大货车那样死重了，就这些大货车我拿手里面跟杠铃一样的。就这个的话，我感觉它重量明显比大货车轻了不少，就感觉更便于把玩了。然后它车边倒角方面的话，我个人觉得做的依然不是特别好，就我感觉上 FT 他们应该是想尝试去做好，但是可以感觉到像是车尾以及车头这些地方，还有这个尾翼，就这些地方在变形时候依然非常割手。就尤其像车头这样子，就你变形时候这样手往这边按的时候，就很明显感觉到这个手那种割手感特别强。然后这款变形上也是有卡手的地方啊，但是怎么说，我现在变得多了以后，能做到算变得比较流畅了，就基本上能做到10分钟以内变完了。但总体流畅度的话，我个人感觉比大货车那边要稍微好一点，因为这款车上卡扣虽然紧还是挺紧的，但是感觉很少出现那种死紧的情况，就是至少正变时候掰去都能掰得动的。就中间有几个特别卡手的地方，我后面变形时候会说的，就有个地方真的是做的非常差。然后这款品控这次看网上还挺多问题的，就我这的话已经出现这个卡不紧的问题了。然后除此之外，我这个左腿是有点松的，就像小腿这一块实际上重量还是有点重的。就我这个左腿，它这个关节是有点撑不住这个重量的，就像我这样碰一下，它就容易直接耷拉下来了。除了这两个以外，我这款其他地方开合重量倒不算特别多，当然不代表我之后没有其他问题啊。我看网上说还有其他地方有挺多问题的，所以这款品控感觉是有点问题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这款玩家感觉这个有一些地方这个卡扣设计实在有点逆天啊。就首先是刚刚卡不紧这个位置啊，这个卡扣竟然做在电镀零件上面的，就你这样插拔多了以后，这个电镀肯定会磨损掉的。就我这款这一块实际上已经出现磨损了，就视频里面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主要这块还是卡不上去嘛，就是当时想各种方法去卡上去，但是就是卡不上去啊。就还有就是这种透明件打着啊，就可以看到我这透明件其实已经裂掉了，它本来要只是裂的话，我可能都不至于拿出来说啊，但我这边这块已经断掉了，原因也是透明件打着，就可以看到这边两个轴全都在透明件上面，就非常逆天啊。就这种设计官方都经常翻车啊，我不知道 FT 怎么想的，也要去搞这种设计。就我甚至都没有说去暴力把玩啊，就我直接正常转的时候，这块就直接断掉了，就是真的非常逆天。就这几块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就是真的是有可能断的。人形造型方面上的话，我感觉这个躯干看起来对比这个四肢来看，就看起来有点小一点，就确实四肢大小主要还是为了变形关系啊，就这个比例跟设定图上倒是挺契合的。然后这边拿出来 MP39 来进行对比啊，因为我感觉 MP39 它并没有说严格去照设定图那个身体比例来做，就你可以感觉到 MP39 这个身体比例对于这设定图来说是稍微正常一点的。就我感觉这是 FT 的一个缺陷啊，就是死还原。就之前那个闪电也是啊，就闪电坦克形态在设定图上确实是那种平面轮子，但86电影里面确实出现过立体轮子的刻画，但 FT 到最后还是选择用那个平面轮子来进行还原。就所以说我觉得这是 FT 的一个缺陷啊，就是死还原。而且我觉得记忆死还原设定图其实是有点奇怪的，因为记忆设定图它并不是正视图啊，就记忆设定图都是存在一个视角的，就是会存在一定的透视问题的，就你死还原那个设定图比例肯定是不应该的。就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动画里面是不是这样，因为我记忆动画实际上看的不多，其他画人形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我感觉这次 FT 之前最容易翻车那个头雕，这次感觉除了有点愣以外，其他倒也还好，就至少不会做像录音机那样那么伪人了。
对于这个大火车头腰这个伟人感也是降低了几分啊。但有个大问题，就变形时候这个头这块是蹭到胸这块了，我这嘴唇和这鼻子都有点蹭破皮了，就感觉像有个小胡子一样的。然后我这款刚到的时候这块是没扣紧的，然后关键说明书上也没有告诉你这块到底怎么扣紧的。就这几个卡扣，就是你刚到的时候你要自己去摸索一下的。就我大概摸索一下以后跟大家说一下。就首先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卡扣，对应外面这个洞，先给它扣进去。然后里面实际上也有洞啊，只要对应里面这块有个卡扣，就这块塞进去比较难受啊，应该用一些塑料韧性的。然后可以看到里面这个金属零件啊，就有凸起，对应这边这个洞，给它扣下去。然后前面这个零件下面直接有个洞，直接给它按下去。然后最后一个可以说可卡可不卡，就是里面这边有个凸起，对应头后面这个凹槽，就是你卡了以后，这个头就没办法低头了。就这几个维度卡扣全卡上去以后呢，这个顶部相对来说比较完整了。就是你即使做这样蝴蝶关节，这顶部也不会松脱了。啊，对，我刚刚卡的时候突然想到啊，这款很多地方卡扣实际上都是上上漆的，就这款基本上整个外面全部都是上上漆的，就基本上你能看到的地方全部都是上上漆啊，甚至于很多卡扣的地方它也是上上漆的。所以说这个变起来的话，就是卡扣的地方实际上是有可能会掉漆的。就 FT 的话，这块我感觉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我觉得你一些卡扣地方实际上可以不用上漆的，就像你这个枪这块你也给上了漆啊。就这个卡的时候，这个漆面实际上阻碍是挺厉害的。然后 FT 这次搞个小巧思啊，就把这个车灯展开这个机构做在这个转向灯上面，直接把这个按下去以后，这个车灯会凸起来。但是这个实际上把玩起来是很难受的，因为你这个按压前半段几乎没有阻尼啊，就只有你按到快底部的时候才会出现阻尼。就你这样随便稍微蹭，就直接凸出来了。就你经常玩着玩着，这样快就直接凸出来了。就怎么说呢？就是主要难受的地方是在于你要把它重新按进去啊。而且这个转向灯位置在这个内部啊，就你拿玩具的时候会经常这样子拿，就你这样一拿，这就直接出来了。那我接下来展示一下配件吧。就首先这个肩炮啊，这个肩炮的话感觉就不用说了，就直接这样子放上去。然后这把枪的话，大家也通过这边这个凸起，就直接这样卡进去。但像我刚刚说啊，这个漆面这个阻碍非常厉害啊，就我目前只能卡到这个程度，就我不敢再往下卡。就我目前卡到这个程度的话，就感觉已经卡不动了。问题在于是你拿手上以后，这个食指感觉扣不到这个像扳机一样的位置，就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拿在手上以后是这个效果，可是这款人形没有什么收纳的地方，就基本上只能靠这个载具这个插口插到这个炮上面去了。就这样这个收纳确实有点奇怪啊。然后剩下这几个零件啊，这几个零件看着是挺像电镀的啊，但看上面这个反光，就对比这种正常电镀的话，它反光又不是那么好。就所以说我感觉这个看起来可能是涂那种非常亮的那种银漆啊，就可能不一定是电镀。这四个零件这个具体是什么时候出厂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就可能是 G1 里面某几集出厂的，因为 G1 动画我确实不怎么看啊。搭载方法是先把这块掀起来，然后把这边掰开来，把手旋转一下收进去，然后这个零件这样的插进去，然后这块板子盖回去，这边再盖回去。这个感觉上像个心脏起搏器一样的，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心脏起搏器啊。然后值得一说是这四个配件这一块都是感觉容易比较蹭漆的，因为这一块的话是会产生很大摩擦的，就所以说感觉这个后面你要插拔多了以后是有可能会蹭掉漆的。装上另外两个配件是这个效果，就感觉像个喷枪一样的，就我也不知道是具体做什么用的。然后这款脸除了本身常态脸以外，还给了4张脸，就一张这个微笑脸，一张这个像是有点生气的脸，然后一张这个咬牙脸，一张这个呐喊脸。就这4张脸摆在一起，算是凸显我玩这款玩具的心路历程了。就换脸方法是这样的，先把这个天灵盖给掀起来，就像刚刚那样子，你把这个天灵盖掀起来以后，这里面这张脸是没有任何固定的，就说你换脸上去以后，你要先把这个脸抵住，然后再把天灵盖装回去，这样才能装上去。那我后期再放图展示一下这几张脸装上去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吧。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可动吧。头部抬头是这么多，低头的话不解锁是这么多，解锁以后是这么多。哇，这块就有点松了，这个上面这一块啊，这个固定真的是挺难固定的。就我之前说不动的话，也只能做一个静态，不至于弹出来。就是你头部这样动一动，还是有可能把这块弄出来的。侧头是完全没有，头部旋转是360度没有问题。
胳膊旋转有360度，侧抬是这么多，就不到90度。然后这块有个往前的蝴蝶关节，胳膊平转在这一块有360度，就这块没有固定啊，就玩的时候经常能把它给弄出来。曲肘是这么多，手腕可以旋转360度。然后手指的话有一段关节是后面3指联动，然后食指单独可动。然后这块有弯腰，弯腰的话是这么多，腰部平转可以有360度，而且是齿轮关节。大腿前踢是这么多，这个也是齿轮关节，但是是有点虚位啊。后踢是这么多，侧抬是这么多，大腿平转在这一块有这么多，屈膝最大是这么多。它虽然是2段关节，但小腿后面这块是会产生干涉的，就所以说只能到这么多。脚部接地最大只能到这么大，然后前后接地的话只能靠后面这个脚后跟了。那么人形差不多就这样了，这可动只能说也比较一般啊。就你要抛开什么低头、蝴蝶关节、弯腰这3个关节以外的话，其他大部分可动幅度基本上都属于经典线可动了，就只说前踢相对大一点。就这款的话，我要是初上手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我可能还能说这款把玩起来就还行。但现在遇到这些问题的话，只能说体验比较差了。那接下来展示一下变形吧。就这一块卡上是会有点干涉的，就我建议是你先卡这边，然后再卡后面2个，上面一个先错开来，然后最后再卡上面这个。这下半身这个变形，我个人感觉还算比较简洁的，因为下半身这个逻辑其实很清晰的，但上半身这个逻辑就感觉比较一般了。就引擎盖这块一定要卡好，就这一块一定要卡到这个凹槽里面去啊。就引擎盖你卡不好的话，上面这块合不进去的。啊，这一块变形时候经常容易合不回去了。如果你到后面发现合不上的话，那8成是因为这边翻进去了。
这个卡扣我过保条约要卡，但是我现在就说一下，因为现在比较好展示啊，就这个卡扣是要卡进这里面去的，但这个你第一次卡非常难卡，就这边紧到爆炸。就我之前说变形最难受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我这边可能看不清楚啊，但我这边里面这个卡扣卡的地方实际上已经被我拉爆了，因为我第一次逆变的时候这块也是非常难拔出来啊，就当时直接大力出奇迹，直接把这块给拉爆了。就现在的话，它卡还能卡上去啊，这拉也能比较容易拉出来，但是就怎么说，毕竟拉爆了嘛，就心里多少是有点不舒服的。对，如果这边你第一次实在放进去，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前后搓动，这样的话可能稍微能好放一点。然后最后一步也相当蛋疼啊，就要把这一块合进去啊，这一块很难对上去，就是每次要费很大的劲。就如果你之前头变不好的话，这块几乎没办法合上去。如果你发现这个轮子不接地的话，就可能这块要调整一下。那么这款横炮载具形态就变形完成了，就车型可以说是还不错，就是车门也能开，但是开起来比较麻烦啊，因为可以看到这边缝挺小的，就怎么说呢，这好事是好事吧，但你这个开门的时候就非常难受，就是你要先把它搓开一条比较大的缝出来，然后你要么用指甲，要么工具，就剪刀门差不多这个效果，这个跟 MP39是有点像的，包括引擎盖也能开啊，就通过搓前面这块，然后把这边这个缝搓出来。但我这边开这引擎盖的话，前面就有点凸出来了，这引擎盖最大也只能开这么大。MP39由于做双关节啊，所以说 MP39这个引擎盖开明显要更大一点，并且 FT 这个为了做引擎盖这个开合，前面还留一个缝啊，就这个缝看起来是有点难看的。其他车型方面感觉跟 MP39已经挺像了，但感觉它前面这个下半部分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看起来底盘比 MP39稍微高一点以外，就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啊。但这两款车型我不知道是不是基于同一款车型啊，我搜到的说好像是基于同一款车型啊，但我看这个转向灯这块好像刻画也不太一样啊，就 FT 这个转向灯看起来明显要更长一点，这边把这款大灯给按出来了。大灯按出来以后跟 MP39对比是这个样子啊，就我不知道这两款在动画里面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大灯啊，所以我不知道 FT 这个大灯到底还不还原啊，但你要论好看的话，我感觉还是 MP39这个更好看一点。车型这个滚动性可以说还挺不错的了，
毕竟是橡胶轮胎啊。总的来说，这款横炮只能说造型上还算可以，但把玩上依旧是不少问题啊。就只能说比起之前的大火车是稍微有一些进步了，就是这个进步是可以肯定的。但这个品控和部分的结构设计，我还是很难给它肯定啊。而且现在 FT 控价也是非常厉害啊，就这款横炮的话，目前算稍微降了一点，比起我之前买的时候已经稍微降了几十块了。但是我之前买的时候对比刚发售的价格已经涨了几十块了，所以我感觉现在这个降价也只是暂时的。就像之前几款产品，基本上到最后全部涨飞啊，这肯定就是在控价。反正这款的话，你要冲着造型去买纯战狮的话，那可能还可以买，但你要想变变形之类的，就手感的话依旧是不太行。反正就你要在意造型以外的地方，那我就不推荐了。这个后期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这款的话，它这些内容实在比较多啊，所以说之前没有录完。车型的武器收纳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先把这块翻出来，然后直接卡到尾翼上。但这个我试了一下，基本上只有中间偏右这块能卡得住，就其他地方是完全卡不住的。就你可以看到完全卡不住，就基本上只有这一块能卡得住啊。就是这我一个手拿手机呢，所以说只能单手示范了。差不多卡上就是这个效果，但是这个一样是很松啊，就可以看到，就是车型武器收纳非常松。然后这个特效键也忘演示了，就是这个特效键，就我一手不太好操作，我过会儿直接给大家放张图吧。就这个特效键的话，首先我开合就已经弯折了，然后就车型两个特效键是可以互换的，人形这两个特效键就不行了，因为它两个接口是不一样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大的接口跟小的接口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形这两个特效键是不能互换的。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大家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